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了2023年的7月30号星期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啊，我们准时开始啊，好久没做直播了啊，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啊？有没有是以前已经有看我直播的粉丝啊？有的，嗨，打个招呼啊！有没有是新朋友啊？新朋友呢，也可以介绍一下自己，你来自哪一个城市？或者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啊？今天晚上想得到什么啊？那今天晚上我说一说为什么我会做直播，好久没做了，已经不想做了，已经没有习惯做了。但是呢，我的团队一直叫我做啊，最主要是第一个，我6月份的股票的投资很不错。然后呢，我的7月份的投资成绩更不错。7月份我是赚了富途这个账户已经赚了300万以上，还有我汇丰银行的，还有我渣打银行的加在一起就600-700万了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看到未来的一段时间，有可能这个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更大的钱的机会是很大啊。没有说100% 保证啊，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看法是未来的机会真的是很大啊，所以呢，大家就不要相信说哎呀我听了明天就 all in 啊。今天晚上我来给大家看一些不同的数据、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分析你要自己独立的去思考，独立的去判断，好不好？当然呢，根据以往很多人看了我的直播都有告诉我受益不少。而且是在投资市场里面也赚到点钱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也会对大家这个价值满满，好吧？那因为很久没做了所以呢，可能这个 YouTube Facebook 推算可能不太高，所以麻烦大家把今天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分享到你的 Facebook 或者其他的群组，使到多点人来看这样的话鼓励我的团队，也鼓励我以后可能更多的做一些直播要不然每次人很少的话，不如我们去其他的地方游玩玩乐算了，对吧？真的不是靠流量我不是个 YouTuber，不是要赚流量的钱。我的真正的工作是管理我自己的资产，包括还有我房地产的资产那顺便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和我的经验帮助人家避开股灾，找到十倍股还有就是让财富滚雪球更早的达到财富丰盛这是我的一贯的这个原则一贯的一个目标，好不好？那今天晚上呢，我准备的内容我是用了1天来准备的其实我用了不止1天来准备的那很多好东西都放在GMT 里面讲了那我要挑选一点 GMT 没讲过的，但是又是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呢，今天也准备了1天之前当然也一直有做这个资料的收集准备分析等等等等那今天时间可能很有限，我们尽量的赶快讲但是呢，大家告诉我你想知道哪一个topic 哪一个课题多一点，那我看到了大家的反馈的意见之后，我在那一个地方我就会讲多一点，好不好那第一个，美国经济怎么样啦？中国经济怎么样啦？我的看法怎么样当然是我的看法第二个，美国的美国的股票中国中概股还有香港的股票，我的看法是什么样时间有限，那马来西亚啦、台湾啦这个日本啦，可能今天就不能讲了那讲股票的时候，我当然也不知道大家的口味是想听基本分析多一点，还是技术分析多一点，还是心理的分析多一点知道 I want to know all 时间有限，不可能所有都知道，对吧？所以你要告诉我哪一个你想知道多一点的话美股里面你是想知道哪一个类型的多一点有人说港股啦，所以大家来投票好不好那还有呢，就是中国的内房现在好像又是很危险，但是好像又是转机所以呢，内房又是怎么样看当然了，今天晚上我也会分享一些 GMT 里面当然 GMT 是我的收费的一个群组我的每个星期五晚上有指导4个小时的指导，150多页 GPT 的指导
那我抽几张出来，抽几张出来之后呢，就是这个给大家看到，最主要是看到我是如何来看这个大势的演变怎么样能够把握这个大势然后从中得益，好不好？当然了，还有就是作为一个小股民我们都是小股民，怎么样能够一般来说小股民都是做韭菜啦，被割韭菜啦，都输掉啦，赚一点点钱，输很多钱，10个散户9个输了，到最后是怎么样能够改变小股民长期被割韭菜这一个好像是一个厄运，而是长远来说是赚钱。跑赢指数，跑赢基金，好吧？我看到好像是中概股的比例比较多一点那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和心理分析又是哪一个注重点多一点呢？大家可以讲一下大家都比较兴趣都比较广那我什么都会讲一点，好不好？那我在中概股的地方又会讲多一点美国什么时候崩溃好，我今天也会讲一下AI 讲了好多，在视频里面已经讲了不少了，对不对？YouTube 的视频里面心理分析也有。OK， 那我尽量讲了好多东西那好了，我们重温一下上一次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是5月21号，好久没做了，真的是已经不习惯做了那为什么没做呢？当时就讲了因为我希望花更多的时间为 GMT 的同学做指导第一个我看到新冠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整个经济活动在复苏我也多点去旅游我也去台湾旅游了，对吧？我打算之后也会到中国内地不同的地方去旅游，实际上还要考察不同的股票，然后呢回来之后给GMT 的同学做点多点指导我真的是做到了，过去2个月3个月大家 GMT 的同学都是收到价值满满，所以今天我会分享一下在过去2、3个月里面一点点的 GMT 里面我所分享的东西公开给大家免费的公开给大家。 GMT 我是收费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自己当时做了一段时间之后，3年之后我也要休息一下我觉得当时因为新冠疫情的时候特别不能出去拜访人家啦不能见朋友啦，所以我就在这里做直播那这个开关了之后我也见了一些老同学 GMT 3年4年的老同学没见过有一些呢甚至已经加入了我的研究团队，我也是加入了我的研究团队之后我才是第一次的见面所以最近也见多了一点不同的有些还是其他地方来香港见我的那好了，上一次我给大家说到临别离开的时候叫大家不要对市场太悲观如果大家记得的话，特别当时是对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股市、香港的股市、中概股市非常的悲观的，所以呢，我就留了 Peter Lynch 的这个名言这个为了期待美股什么时候崩溃港股什么时候这个崩溃是不是绝望了？千万不要这样就算你在预计未来有很大的一个调整，或者是很大的一个股灾的机会，也不要太悲观，还是在整个股票市场里面要寻宝所以我今年早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是整个普遍的股票市场，包括美股、包括港股、包括中国股票2月份开始就不太看好特别是香港股票在2月份中概股、香港股票在那个拜登把这个卫星打下来之后，我就说当时是非常超买超买之后要一个调整，结果调整到5月底所以呢中间2月份到5月底这个不太看好的时候，那我们要多做研究，对不对？而且我在不同的视频里面也讲过，今年普遍的不能闭上眼睛盲目的去 buy and hold 买一个 index 这个会赚一点点钱，但是亏钱的机会不少最主要是看起飞的行业，对不对？起飞的行业里面我就多次的重复 AI 所以呢我在某一集里面有给大家讲过不同的 AI 的股票包括 Google 包括 Meta 包括这个Microsoft 也包括中国的比如说百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股票的升幅涨得不错当然我公开的看好的 Nvidia
今年当然是涨得不得了，不得了，涨得我都不相信，超越我原本的。但是我本来就跟我女儿和儿子当时在比赛我当时就看到是个10倍股，对不对？今年涨了3倍多还有2倍要涨但今年涨3倍多，我看是10倍股。当时我就看到它在 AI 年代的一个潜力这些当时我都公开过，对不对 ？OK， 那好了。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不是要这个挑战人家，或者不是要这个说人家不好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普遍的传媒呢是偏颇的是有偏差的。OK， 我们要知道传媒说老实话没人听，这788的这个观众数量不多，因为我经常讲老实话没人听要夸张的讲的话特别是要迎合他知道你想听什么，他讲什么的，迎合你的口味的话，那听了就会这个多一点的观众流量，对不对大家可以把重点写下来，我们放在这个弹幕上OK， 那所以呢不是说人家不好只是我觉得西方的传媒多数是对中国有偏见。OK， 中国内地的传媒，我讲老实话什么小红书啦、哔哩哔哩啦，多数的人又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是特别的有自信，过度自信、过度乐观。OK， 那所以呢，我两边都有看，我两边是做一个平衡，因为投资的话，长远来说，长远一定是跟经济符合的，跟企业的盈利能力符合的，跟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企业的发展符合的短期内一定会受着市场的情绪波动那情绪呢是怎么波动呢？会被传媒影响所以呢，我教大家就不要被这个社交媒体影响那为什么我这里还要讲多一点呢？机会在哪里？机会就是市场错杀的时候，人家看错的时候，我们看对了，这就是机会点，对吧？如果你一个股票涨10倍，这是个暴利这是个不正常的利润，对不对？就是10倍股我在我的10倍股的课程里面讲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市场是看错了，或者市场是看漏了。OK， 那市场为什么会看错看漏呢？就讲到为什么香港或者是中概股我特别研究了时间多一点的股票我也有研究台湾日本其他地方，包括美国本地的本土经济的Microsoft、Tesla 都有Google 这些都有，包括小公司都有那为什么我是特别的留意多一点中概股和港股呢？想不想知道其实背后是有道理的我给大家讲了这个秘密。第一个秘密，今天晚上讲好几个秘密。OK， 第一个，港股大多数的资金是欧美和香港本地的。OK， 但是香港的股票现在大部分的是赚中国的人民币的国内的市场。OK，美国的中概股大多数的投资者是海外的华人看的是 YouTube 不是看中国内地的哔哩哔哩，看的是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或者是美国的投资者。OK， 所以他们看着一个对中国比较悲观的媒体的时候，自然的在过去的3年内把资金撤离了，特别是2021年之后把中国的资金撤离了，所以中国的股票中概股和港股在2021年之后是不断的往下跌，跌到是便宜的不得了这个我在我的 GMT 里面挑战，包括我的这个研究团队我还有星期六的那个指导的研究生团队我都邀请他们挑战他们看多点不同其他地方的股票，来跟中概股跟我们关注的中概股或者是港股来做个比较，有没有更便宜的更好的发现很少很少，真的是香港和中概股港股和中概股很多很多好的，不是盲目的很多不好的你们一想到阿里巴巴啦这些是 OK 啦，现在以前是不太好，现在是 OK 了但是有更好的这就是人家看漏的地方。 OK， 那另外一方面呢A 股是大陆资金买的又很高为什么？他们是过度的自嗨，过度的乐观，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的传媒跟西方传媒又不一样啊，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啊。OK，那我们知道在国内的这个认知啊，市场的认知又是过度的乐观。OK，没有好和不好，就是现实啊，我们不要去批判人家，但是这是现实，对不对？所以导致你看台湾台湾的这个媒体报道台湾的股票，台湾的人来买台湾股票，不存在这么大的一个偏差。马来西亚股票，马来西亚自己的人自嗨这个自己来买不存在这么大的一个偏差。美国的人买美国股票，不存在这么大的一个偏差。但是香港的股票和中概股是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因为买它的人现在在看 YouTube， 在看 Facebook， 看一面倒的对中国经济悲观的，对中国的政治悲观的，对中美关系绝对悲观的，特别是台湾对看中国大陆还有一些主观的情绪在里面。有没有台湾的同学在？同不同意？台湾同学同不同意有一些主观的意愿在里面，最好是你 PK 了，你的经济完蛋了，哎呦，那就开心了，对不对所以呢，香港现在的股票和中概股是特别的便宜，就是因为能买它的人现在是过度悲观，想买它的中国内地的资金还是有限制就是又特别是富途又不能乱买了，什么时候对不对？有限制之后，中国内地资金经过沪港通深港通这两个小的渠道的话，资金是有限的，有额度的所以香港现在普遍的股票是低的，中概股是普遍是低的这你怎么看都是低的，对不对？但是呢，人的这个我们刚才有人想知道心理学，对不对？股票在跌的时候，人就会疑神疑鬼去找不好的理由；股票在涨的时候，你就会憧憬着未来有概念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股票不涨跌的时候很多的所谓的大师资深的这个投资者就说远离港股珍惜生命远离港股或者中国完蛋了，或者是什么完蛋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普遍的我看了之后，我个人觉得是这个两边都有偏差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所以写下来，人家的偏见就是我们机会的来源所以我们不要被人家的偏见去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还要能够独立的知道哪些判断是错的。所以当时我就这样告诉大家但是 unfortunately 很可惜嘞，Cathy Wood 没有来听我的直播嘞，没有加入 GMT 嘞他可能是看了他有讲为什么清了中概股讲了那些理由都是有点事实啦，但是是过度悲观的有点是过度悲观的所以呢，这个股价也是过度的低产，过度的反应，结果它卖掉了，全卖掉了是在最低位的时候全部卖掉了所以今年它是连中2元两个都很准。第一个我看好 Nvidia， 结果是最牛的美股它在最低位的时候卖走了，清仓了 Nvidia。OK， 第二个，它又是在最低位清仓了港股。OK， 我们看到它是我们的明灯，对不对？当然，我们不能盲目的说 Cathy Wood 卖我们就买我们来分析一下。但是我要给大家看到，就算是 Cathy Wood， 对不对？他没有在中国生活，他没有到中国去实地的观察，他只是看着研究报告怎么写，都是那些文人在资料收集出来的所以有偏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后也会多一点到中国内地实地考察，回来之后给 GMT 的同学做实地的报道所以呢，一定不要被传媒所影响，不要看太多的新闻这是第一个秘密，好不好 ？OK， 今天讲多点秘密好了，现在把 GMT 收费的内容给大家讲了那这一个是5月19号，对吧？我们上次做直播是5月21号，为什么我那时候就说拜拜呢？因为5月19号我做完这个 GMT 的内部的培训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真的没有人相信，什么是假的谁都相信所以呢，我当时在这个 GMT 的内部的指导里面，哇，那些同学好怕啦，富途暴跌了，账面上已经亏损了30% 了，你还看好吗？什么是理由了？一大堆的责问
来问我七爸爸你是不是看错了？富途还有的救吗？富途是不是要倒闭了？富途是不是完蛋了？没有客户了？被要罚款了？我说 calm down，不会这么糟了，要被罚款了，吊销了，要倒闭了，还有人要把钱拿出来了。我说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OK， 后来我就写了本来就不能做中国大陆的新的客户，对不对？他现在说不能做中国大陆的客户，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影响。当时的 APP 要下架，说 what？ 没有人在用，下架不就下架了？当时的股价是噼里啪啦跌下来啊。然后我给大家不光是盲目的来讲，我给大家一个一个算，它的账面的 cash， 它的 cash 是这个借给人家收高息的高的利息的再加上它的账面值客户值，他的客户都要钱花来的，对不对？大家在外面看到很多很多的网红，到最后叫大家去开户，他的客户是要花钱来收集回来的当然他不会做亏本生意了，肯定是计算过有钱赚的才去投放这个customer acquisition 这个收集客户的那个成本，对不对？所以我就算他客户用了多少钱，再加上他现在的账面值已经不值那么多的钱了，OK 还没有算他的牌照的钱，还没有算他的在香港是 No.1 在新加坡也做得很好，还有欧美等等的没有欧洲还有美国、澳大利亚的牌照，还有马来西亚的牌照，对不对？所以呢，当时我就觉得放心。过了1个礼拜又出来了。股价又跌了，大家又来问了，有什么想法啦？会不会跌啦？我给大家那个时候是业绩报告出来，我给大家深入的我们还有研究团队我们研究团队我说我不要我来做了，人家说我太主观了，太偏见了我的研究团队你们来做吧。做完之后，我的最后的总结就是，它的业绩报告是超越市场的预期，是超越market expectation 是 exceed。超越市场的预期，股价应该涨的，结果跌了所以就说七爸爸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说OK， 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所以当时呢用了27到48页，多少页来给大家分析。我最后说，一个公司如果没钱赚，钱不够，不会到弥敦道去租一个很旺的、很贵的铺来发展了，对不对？没钱赚怎么会去发展？财务有问题怎么会去发展明天开张了这当时我就说没问题，当时是37块9毛6 ，OK， 所以呢，当时如果买的话，到现在有56% 的升幅 ，OK， 短短的2个月不到2个多月，2个月多一点点，2个月多一点点有56% 的增长，对不对？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机会太好了所以我在5月中的时候，5月21号的时候就说我要自己做事情了，只要自己来多点研究了。这个股票市场是太错杀中概股和港股了，我要做多点研究我大约只有8%的这个我的钱是放在富途里面，只有8%不是 all in 千万不要 all in 虽然我是很看好但是我还有其他的，我要分散投资，对不对？所以呢富途当时到现在2个月内有56%的这个增长我当时是讲完给大家听之后，我在那段时间也有继续买富途，你看到我在37块多有买的那到现在为止，我个人在富途里面的那个回报是有52.95没有56这么多买了高了一点点，没有抓到最好，对不对或者是没有在当天的那个时候但是呢也赚了不少钱赚了13万多的美金还可以了 OK 好了，那到了6月2号我们看到6月2号富途又跌了我们的 GMT 里面的同学还是相信七爸爸的，但是有一些同学还是会来问七爸爸，你不是说富途好吗？怎么又跌了，跌到36块9了，对不对？所以第二个秘密就是你一定要会做独立的思考和研究因为我告诉了你之后，你肯定不相信的你会金爸爸你是不是看错了，对不对？所以我在 GMT 里面教的大家是怎么样去研究的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方法、心理等等判断 ，OK。到最后，我每一个 GMT 里面都说的你们要自己懂得怎么去做判断，
你才有信心在跌的时候有信心去加仓加码。如果你还有钱的话，起码不会哎呀要不要止损啊？你看700要不要止损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外面的财经演员为什么股票跌的时候不敢跟你讲，股票涨的时候跟你讲？因为怕股票跌的时候还会再跌。跌的时候还会再跌的时候，这个时候市面上所有的传媒的评论都是悲观的，都是看利空的、看淡的啊，看空的、看淡的。所以如果你给你讲啊，这个大家都看跌的时候，你说这个股票好，经常会有人来怀疑，对不对？所以呢，在公开的直播里面，我就需要的这个基本的知识太多了啊，但是在 GMT 里面，因为我们有所有的课程都开通，还有过去4年的那个课程全部打开给大家看，对不对？我们累积了很多的知识点啊，所以呢，我是教大家怎么去判断。当时我判断了啊，我最看好的3只股票，千万不要跟着我买啊，我可能看错的啊，绝对不要看着人家给了一个号码就去买。我在 GMT 里面也跟所有的同学讲，你进来不要拿一个号码就出去买，你一定是来学习怎么去投资的。OK， 那当时呢，我就给大家算了好多之后，说这是我头3位，头3位之后，我再教大家怎么去比较。当然，你资金多的话，可以分散投资啊，富途、美团我都有 ，OK， 都是公开我的爱股 ，OK。我当时就说，如果你资金有限的话，或者哪一个你想放多一点点的话，怎么来评估呢？我在富途和美团2个当中做个比较 ，OK， 生意模式呢、竞争优势啊等等等等 ，OK 啊，有没有护城河了啊？当时我算出来是富途要比美团好 ，OK 啊，所以呢打败了美团。再下一个另外一个我看好的人工智能 AI， 对不对？百度百度我已经是非常喜爱了啊。那我又用百度跟富途来做个比较啊。GMT 的同学，对不对？6月2号你是见证的啊。我是怎么样教大家一个来算，算完了之后，我还是觉得2个都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富途会好一点。OK 所以呢，我还是看好了啊。价格3个都便宜。富途是特别便宜啊，价格又便宜，市场错杀，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它的竞争优势啊，各种各样的优势啊又有啊，所以我当时在6月2号，最终我觉得最看好，现在我最想买的是富途啊，所以当时是36.9毛4 ，OK， 今天59，今天59，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进了 GMT 就一直就算跌了之后，你心慌意乱的时候，还可以来七爸爸给你每周指导啊。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有大约130页左右到100，有时候150页，有时候130页，100都是会超过100页的一个 PPT 的指导啊。所以花了好多心血 ，OK 所以呢到最后我在7月14号的时候，这时候富途已经涨上去了富途已经涨上去了。我说了我还在富途的留言区了，有没有富途评论区来的朋友？有的话打个招呼我在富途评论区，哎呀，忍不住了，我看到人家哇，有好多人了，赚了1毛钱走了，赚了2毛钱走了。每次觉得富途涨了，颠了，疯掉了，富途要卖掉它了，要去空它了我就那里写了一下，为什么韭菜一定会被割？股票一涨散户就只赢了只赚了。有没有朋友在这里过去这一段时间2个月之内或者1个月之内富途涨了，你们太早卖掉了，现在有点后悔的，有的话也可以写一下，对不对？我们有问过大多数的致富88的这个学生788的学生 GMT 的学生都没有卖，一股没卖，或者卖了一点点现在还有大量的富途，很开心，对不对好了股票一跌你就锄田了就站在那里不看了，做鸵鸟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人来对我，哎呀，这个股嘞一涨就跌嘞，对不对？我们要只赢了只赚了我这样想，你到底是赚钱还是亏钱呢？你跟我来辩论没意思的，对不对我这个跟我来我只知道我赚了很多钱我不知道你赚不赚钱，对不对？如果你一直没赚钱，要不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来学习一下，而不是来跟我来讨论辩论，对不对？但是呢，我在GMT 里面也是有这个给大家说这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加上小数的偏差，加上选择性的记忆，3个投资心理学里面的思考陷阱
放了啊，所以我们的同学就不一样了啊，有好多的同学到现在是一股都没卖，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止损，我们要看的是技术分析，我们要看的是有资产配备的策略。我上个星期五跟大家重温了一下我们资产买卖资产配备和买卖的策略啊，大家都是大开眼界的。OK， 那好了，所以呢，没有GMT 指导真的是很容易犯错的，外面人。每一次看到都好像有原因的，哇，看见这个今天又要涨了，哇，看见今天肯定要跌了，哇，每个人都好像是超级有信心了，对不对？有一位同学，不是同学了，有一位街外人，我不认识他的，但是现在他很出名了，这个因为我经常来跟他讲了之后很出名了，对吧？他在2天之内频密买卖了10次啊，2-3天之内频密买卖10次啊。富途涨了这么多嘞，难得大牛市开始富途涨了这么多，他赚了0.45 4毛5，但是他如果什么都没买没卖的话，就算他这个3天前买入的也赚了5块2啊，所以当然了，到现在就已经是9块多了啊，9块多10块了啊，因为最近一直在涨，对不对？他看了我这个之后，最后还是忍多了一点点时间，赚了5块钱，但是还是卖掉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同学看到了出去，忍不住说：“哎呀，你真的还叫他能上我的课了，对不对？”还有一个 J 说了，加入 GMT 吧，要不然你不学习的话，就算你听到了一只股票，买到了一只好公司，结果你还是要输钱的啊。所以呢，好多人都说：“哎呀，投资了这个之后，我们的学生一股没卖。”到现在是享受的这个有人说2个月前买了2个星期前still holding very good 恭喜恭喜，对不对？所以卖了太早真的很可惜啊，对不对？我们难得的这么大的一个声浪不是天天有的，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摇风甩都准这个像人家说这个像这个撑帆船一样，有风的时候就要用到尽 ，OK， 好，所以呢，我有一个免费的课程，里面大约65分钟左右已经是告诉大家散户3个致命的问题散户为什么到最后输钱？3个致命的问题刚才那个 B 哥在富途的 B 哥有没有心慌意乱？有没有时刻盯盘你看他的那个post 每10分钟写一下心慌意乱，对不对？所以我在那个65分钟的免费课程里面已经是讲到了，后来我叫他去看一看，他是持有了2天，赚多了5块之前赚了4毛5，后来是赚多了5块钱我恭喜他，结果还是卖掉了，但是起码这个已经帮到很多很多人了如果你还没看的话，之后有机会看完这个直播之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其实呢，我们现在要追的话呢，有点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早一点所以我在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到5月21号，我说哎我要直播停一下了然后我到5月26号的时候就说哎呀现在机会来了，对吧？5月31号的时候，我们是要看技术分析的指标的我要看技术分析的指标，不是乱买的，不是说股价跌了就买，股价涨了就只赢了只赚了，对不对？5月31号，这是我们6月2号的 GMT 的 notes PPT 的 notes 第16页第16页我说5月31号出现了3面镜技术买卖的信号 OK， 这个是有上过我们的课程的人知道，这个准确度是高达90%我们有这个给你们背后的逻辑在课程里面讲过，3面镜出现的时候准确度是90%。OK， 到了7月14号之后，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告诉大家不要这么早只赚只赢，因为3大重要因素已经出现了转变了，而一段转势的话，这一个声浪可能会持续几年，当然这几年之内一定会有调整，一定会这个有人take profit 离场，所以它会调整，会获利回吐，会有阻力位等等等等股票不是直线上升的，一定会上上下下的。但是如果你没学过的话，一跌你就心里慌了七爸爸这个还能看吗？七爸爸怎么看这个怎么看那个，对不对？经常我说，如果你是心慌意乱的话，你还是不适合
买股票，先学习。GMT 你进来了，我都是这样说的啊。所以讲回我自己啊，所以呢，我在5月底的时候，6月初的时候，你看这是我打了几天之内打了多少的资金进去啊？打了多少资金进去啊？上面和下面还有资金啊，我就在那2个星期内打了好多资金进去，我要自己做事情了，对不对？所以还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啊，我用功去做研究。专心做研究，不做直播，做研究然后呢，也是分享给这个 GMT 同学，所以非常开心，也有好多 GMT 同学跟我一起，最近是在庆祝赚了好多钱那有些人很无聊问，你多少资金啊？你不会算吗？有这个回报的百分比，有这个回报的absolute amount 这个金额，你除一下不就知道我资金有多少了，对不对？这个3000万，富途3000万，还有渣打银行的，还有汇丰银行的，还有我房地产，对不对？那些人。哎呀，重点不在我的回报有多少了，重点是你能学到什么了，不来看你学到什么，只看我资金有多少，是不是这些人的思维有问题啊？对不对？我要知道是你怎么做到的，对吧？有人说，哎呀，最近股票也在涨啊，中概股也在涨啊，美股也在涨啊，对不对？都是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好，这2个月。恒生指数涨了9点几个 %，9点几%，很厉害。标普涨了9.6%，跑赢恒生指数，哇！沪深指数也涨了5个 %，七八八的股票涨了16.45个 %，有没有掌声啊？我不知道了我不要自己来给自己掌声，你们说是不是？ OK 所以有人又来说了你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出来骗流量我不要骗流量了，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是不是你不要赚钱，你就早点不要看我的东西算了，对不对我是有缘分把好东西给你，你还说你这么有钱了，还要赚流量，还要做 YouTube这么厉害OK 这些人走逃拜拜 OK 所以有些人葡萄都酸的，对不对？你有这么多资金了是不是很有钱怕被人打劫OK 香港治安很好的 OK 所以呢其实我不想炫耀的也不是每天赚钱不是每天赚钱的有人说你赚钱的时候就 post 出来，没有赚钱的是那几天怎么没有出来我一下子给你看好不好赚钱的也有，不赚钱的也有 OK 那不是要炫耀我赚了多少钱，我赚了多少钱关你什么事我不会请你吃饭的，没有免费午餐的，你要自己买单的，对不对？我的朋友可以请了但是你又不是我的朋友，我没有免费午餐的，对不对最主要不想人家炫耀，哎呀你又来骗流量了，对不对？我哪里用做 YouTube 来骗你流量了，你不愿意就拜拜，对不对赚了钱的人就是有点底气的，是不是钱多了用不完，但是钱多了讲话可以理直气壮一点，对不对？我不靠你的流量来这个买午餐买晚餐的OK 当然了，最开心的还是有其他的同学告诉我因为我的分享之后他们受益了，他们赚到钱了这是我最开心的，对不对？我真的分享了之后花了这么多的力，花了这么多心思每次讲完都会有头痛了用脑过多了如果没有回报的话我不做了，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今天现在只有600多个人看哎呀人太少了，我又做少点直播了，对不对？我 GMT 也不止这点人对不对GMT 还是付费的所以以后还是做少点直播了，好不好如果你想多点直播的话，真的叫多点朋友来了，好不好 OK OK 好，我们下一个更精彩我们的价值是越来越多现在渐入佳境了越来越有价值了所以第二个秘密什么？我们总结一下，第二个秘密就是你一定要有独立的判断这是第一个秘密第二个秘密就是找到好的股票之后，不要那么快的离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有做过研究的话，像788我在星期六是指导大约20个资深的 GMT 的同学教他们怎么去做研究。你有做过研究的话，你知道找到一个好的公司是不容易的，不简单不容易的。
所以你找到之后，不要赚那么几毛钱走了，怎么赚几个 percent 走了？有时候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哎呀，你真浪费了，对不对？所以呢，第二个是真的找到好的股票的话，get it right。这个 get it wrong right 搭车子搭多一段时间，不要那么快下车子，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美股啊。刚才有人说美股什么时候这个会股灾倒闭那你会很失望。OK， 当时我在21号的时候就讲了，对不对？现在是个上升的轨道。上升的轨道 ，OK， 我在去年是一直看着美股在下跌，叫大家等一下，等一下，不要那么心急，等一下，不要那么心急 ，OK。那如果你看回的话，是在2月份的时候呢，它是升穿了它的下降轨道，所以开始重新画它的上升轨道了我们在12月的时候，它是没有升穿就下来了。所以那时候说还是在下跌的轨道，到了2月份升穿了之后已经是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2月份又看了我的那个 AI 的行业又看到美股的话，那时候去买的话也不错 ，OK 是吧？买了NVIDIA 啦或者是 Meta 啦 Facebook 这个 Meta 啦 Google 啦 Microsoft 也不错了就算你那时候买了一些中国的百度啦，也算 OK 了还是百度还是涨得慢的但是当时我讲的时候120多，现在150多有涨过上去，有跌过下来，现在是150多，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最新的呢，这半年内美股是涨了不少 ，OK， 美股涨了不少，有2个原因。第一个，美国的经济没有那么差年初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经济指标，包括这个债息倒挂等等，都是告诉大家，这个美国的经济会有衰退。OK， 那我在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视频有讲过，其实美国的经济有可能没有经济数据，包括债息倒挂看的那么差。如果你回看我的那个 YouTube 视频，大约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视频有讲过那个债息倒挂的原理的这个这个原始这个发明家这个第一个讲出来的人写论文的人说这一次可能没有那么差所以当时我讲过那后来的这个经济的预期每一次出来都是比预期的好，对吧？所以当时的这个经济数据是比较差的，那现在没有那么差，所以美股也是马上就反映出来经济没有那么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美国的通胀是下来了，去年的通胀很高，后来我就给大家一次每次通胀出来都有给大家看，每个月再下来，每个月再下来所以通胀到现在基本上3%已经是我觉得是受控了美联储说还要观察只是1个月还要观察，但我觉得你要再看这个趋势的话这个鲍威尔只是不想那么早给大家太开心，又出去消费了，把通胀也上去了，所以他还是讲的悲观一点但是如果你看趋势的话上个月13%，下个月可能是2点几个%，通胀基本上是搞定了所以经济没有那么差，通胀基本上搞定了。我个人觉得美国的加息应该也就加完了就算有的话加多一次，但是很有可能就加完了，对吧？所以3个因素所以大家写下来3个利好因素使到美股是涨了但是美股涨了之后，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阻力位 ，OK， 所以我们要看技术分析，不是拍脑袋的，不是说哎呀我看我不喜欢美国人，所以我要美国股票跌，这是主观的偏见 ，OK 我们要看客观的技术分析的话，第一个它有一个顶背驰你要不懂的话不要紧你可以来上课，我的课程里面有教要不然的话有上过课的人第一个我给大家看到，现在美股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卖出信号，或者是这个短期的一个阻力位的信号，就是这个顶背驰 ，OK。第二个呢，我们看回之前有一条线，这条我们在内部课程比较高阶的叫 FTA，FTA 里面呢。正好现在是一个支持位我们看到之前的2个顶都没超过，第3个顶超过一下又跌下来，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个 FTA这个没有时间解释了有兴趣来看上课，我有课程给你解释 ，OK。所以现在有个支持位，2大支持位，
再加上第三个，它到了千楼顶 ，OK， 所以三面镜这个卖出信号出现了啊，不是叫你马上卖出啊，只是我觉得这个现在有更好的机会 somewhere else 啊，另外有地方有更好的资金放的地方 ，OK， 美股现在不是说它会跌，股灾我觉得短期内不会有啊，因为经济不差。加息加到没有降息啊，降息可能就是因为经济不好，但是经济现在没有不好啊，那通胀又受控的话，短期内不会有股灾啊，只是会有阻力位有一个轻微的调整之后，整体来说还是健康的，还是好的啊。所以如果你有美股的话，也不用怕 ，OK。那但是呢，AI 的股票啊，今年其实整体的美股还算可以，但是 AI 就很亮丽了啊。年初的时候我说今年就是看 AI， 真的是上半年非常的漂亮，非常的亮丽。就算你不是买了 NVIDIA 啊，我最看好的 NVIDIA 啊，你就算买了其他的跟 AI 有关的 Google 啦、Microsoft 啦包括 Apple 都是有一点啊 Unity 啦今年都不错。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有看过的啊，今年都不错。那现在呢也是一样，到了有超买的信号出现了啊，这个买过头了 ，OK， 所以短期内起码不要高追了，有钱不要高追了啊，有的话你又买了赚了钱的话，现在那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投资者了，对不对啊？那我不做买卖建议的啊，只是告诉你现在有一些超买的信号出现了，好吧？好消息啊，现在好消息来了啊，现在好消息了，但是只有700多个人看，有点可惜，对不对？好消息就是什么呢？港股刚刚出现了2个非常好的信号，第一个是黄金交叉，就是转势了，黄金交叉；第二个是站稳了，它升穿了，也站稳了。更重要的是不是升穿跌下来，它是升穿了之后站稳了250天的平均线，所以在技术分析来说，这个趋势是向好了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 RSI 还没有到超买的阶段，对吧？我们在1月份、2月份的时候 ，RSI 当时是严重的超买，我都不敢追了，我就算看好。这个港股和中概股啊，我都不敢高追了。1月、2月的时候，其实我都有放掉大约1/5了，我放掉了1/5的，我自己都放掉1/5，因为它超买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好消息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看回这个 RSI 的话，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5月底的时候、6月初的时候啊，正好这个 RSI 低过30，是一个超卖的信号。对不对？就这么准哦，就这么准哦。一旦出现了超卖的信号，还记不记得我们上面有讲，对不对？6月2号在 GMT 里面，我给大家看到有3个买入信号出现，所以基本上90%的机会它会往上涨。OK， 所以那是又准了啊。那现在这一次呢，它没有超买 ，OK， 所以 RSI 没有超买啊，这个很好啊，就是还能往上涨，对不对？然后有2个转势的信号啊，所以不同的技术分析在不同点看不同的东西啊。RSI 是看捞底，逆向投资者捞底站不站那趋势投资者呢要看这个黄金交叉和250天啊。所以现在是趋势投资者的利好信号出现了，逆向投资者的离场信号还没有出现，两边都是好的。所以第一个技术分析是好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分析啊，我们要看是 FTP 对吧？Fundamental 基本分析、技术分析 Technical， 还有心理的Psychology。所以我要看的是不光是技术分析有3面镜，还要是 FTP Psychology 这个Fundamental 和 Technical。OK， 所以 Technical 现在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 Fundamentals。Fundamentals 我在7月14号已经有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查，那个讲了2个小时 ，OK， 所以不可能在这里讲我就给你讲有3大这个转势的信号可能是已经出现了啊。7月14号我就觉得你看这个很准了啊。到了7月24号我们的团队晚上都没睡觉连夜给大家做了一个60秒钟的一个
这么好的消息公告大家有没有听啊？我们的团队连夜啊没睡觉这个不要辜负他们的，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多点点赞，多点分享，多点这个分享出去啊，推高这个算法，让多点人得益，对不对所以呢，当时候7月20号就说明显的说，哎呀，这个是非常好的利好信号。7月25号开始又有2个刚才有说的利好信号的出现，所以我们这次是基本分析配合上这个技术分析那好了，我们来把它放大这个放大一下再看一下 ，OK， 再加上我放大一下，一会儿再讲心理因素所以呢，刚才那个是恒生指数，看的是香港的股票，我们这里来看一个中概股中概股有它的中概股指数，等于是像 S&P 500一样的，它有另外一个叫 China ETF S&P China ETF 这个中概股指数，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的也有出现刚才的黄金交叉和250天站稳在250天的那个利好的信号 ，OK， 我们一会儿会放大看一下这2个利好的信号同样的好消息就是他们的 RSI 还没有到超买的阶段 ，OK， 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哇，这我不是叫你去买港股或者中概股我只是给你看数据OK， 另外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我们再来画一个阻力位，它的阻力位离现在还有一大段位置，还有一大段的空间，对吧？阻力位置上面还有一大段的空间 ，OK， 那就是说它涨还有一大堆的空间才会有一个阻力不是说到了阻力一定会跌，或者到了阻力跌了之后有可能会再涨我个人觉得现在已经转势了，有可能它会停一停之后这个调整一下之后会升穿的 ，OK。但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阻力位已经是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的空间，如果它跌下来的话，它的支持位之前的几次的都很难跌下去的支持位是去年的2022年的3月份。还有这个今年的5月份和6月份这几个支持位的话，也是 FTA 背后的原理就是 FTA，OK， 这个支持位的时候，跌的不痛，涨得很开心所以跌的不痛，涨得很开心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 ，OK，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OK， 所以呢，技术分析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刚才那个中概股指数这个黄金交叉。还有那个站稳了250天 ，OK。第3个是阴阳烛了阴阳烛呢是3次大阳烛，而且是3次大阳烛都是裂口高开，所以这个在图形学，我们是不同的维度完全不同的维度来看这个技术分析所以3个技术分析都是非常利好 ，OK。那好了，再加上这个基本分析，基本分析我们在7月14号讲到中国的政策已经是180度的转变了。为什么转变？我们要明白这一次的中概股为什么会跌下来，什么时候跌下来？是在滴滴上市，在 NASDAQ 上市之后，中国开始要整顿滴滴，把它下架。再有之前的蚂蚁金服要上市，但是这个马云这个违规的行为太多了，对不对现在已经罚款了就是正式罚款了但是当时呢，他是完全的bypass 超越了银行体制，不光是超越了银行体制，不按银行体制的那个制度去做事情，还回来笑银行所以呢，这个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很危险的，超度的借贷是很危险的 ，OK， 所以当时要整顿蚂蚁金服，再加上滴滴出行，再加上这个中国打游戏机太多了，要整顿游戏机的业务，再加上当时是教育行业这个年轻人读书太辛苦了，要整顿课外的培训的行业，几个东西。计划经济嘛，就是国家一起做，就大家一起做的，所以这是中国特色的。要管的时候一起管，一起管就一起死，对不对？所以呢，一下子整顿的话就死掉了。结果2021年的这个下半年开始，到了2022年的年底死得不得了，对不对？
那现在还是有后遗症啊，内房也是有后遗症，内房3道红线也是整一整死了，OK 死了之后不是那么容易救活的啊，所以现在不断的在这个first aid 不断的在救啊，但是你要相信中国大陆政府的这个能力啊，要救的话肯定能救下来，对不对？这一次我们7月14号看到是总理李强的一个话，这一次24号看到是国家主席领导人这个习近平的话，领导人说了话这个习近平说了话，李强说了话，谁还敢违抗这个圣旨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中国是行政力很强的要整的时候一起整，要放的时候一起放，OK， 所以大家看看是不是哇，这个难得的中国的政府的政策180度改变所以我们要看到上一次整了之后，股票中概股的股票是跌了60%，60%60%，是从它整到一共是跌了60%，现在是放，现在是放的话，起码它会穿越上一次整之前的高峰，当然需要点时间，但是它会超越当然这个只是我的判断不要你听了之后星期一 all in 结果你输钱不关我事不关我的事只是做一个纯粹的一个交流但是我个人看到是这样再加上现在大多数的人还是在怀疑中概股，还是在怀疑这个港股还有人我在 Facebook 告诉大家转势啦，利好啦，还有人说了珍惜生命啦，远离港股啦我收到很开心我就告诉我自己这个心理psychology 现在还是非常利好这个市场的更加给我信心了，难得的机会好吧所以还是说那句话虽然我是现在是蛮乐观的，蛮看好的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明天就去买股票 ，OK？ 特别是如果你不懂分析的话就像我拿了一个保时捷，我开了好开心哇，这个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没有车牌的话那你撞车了，就出意外了，对吧？所以呢，你不懂得开车的话，先要考车牌没有学过投资的话，那我不建议大家这个买卖任何股票再说一次，如果你没有学过正确的投资方法的话，我不建议大家买卖股票就算有可能你学过股票，你学错方法的话，我也建议大家不要买股票 ，OK？ 要学就要学正确的投资方法那正确的投资方法有一套，我不知道，我不能排除外面还有我不知道，我所知道只有一套，就在这里无论是10倍股投资秘籍，或者是 GMT 每周GMT 里面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课程，股票课程、房地产课程、债券课程、期权课程都包括在里面了我们的团队呢要求加价，已经要求了2年了所以呢我们在8月份会加价那为什么会加价呢？第一个我当时在2020年定价的时候，我就因为想多点台湾的朋友，想多点马来西亚朋友，有没有台湾马来西亚朋友在这里打个招呼当时我是把香港的那个课程的价格是降低了很多很多，正好趁从线下变成线上对不对？线下变成线上，我们的成本低了，我们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这个普及一下那个我们想多点台湾的和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和台湾好多同学感谢台湾和马来西亚同学所以呢这个新加坡的、香港的或者是美国的觉得这个价格，特别是进来之后知道我们的价值之后，觉得是 ridiculous 太低了，对不对所以呢，当时是一直是想多点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朋友一直在低，后来呢也一直是不想加我们的那个团队都说要加了，这个价值远远低过价格远远低过价值了，对不对这个所以大家如果是一个价值投资法的话，
价值投资者的话啊，先把握这个机会啊，我们8月份就要涨价了，好不好？那好消息就是这个旧有的 GMT 同学，你们的价格永远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现在加入的也是旧的价钱，以后也是旧的价钱 ，OK？ 我们的10倍股也会涨价了，因为真的是超值，大家知道是超值的 ，OK？ 当然了，有些人还说，哎呀，我再等一下，等我赚到钱，再进来学吧，对不对？那问题是你进来了，现在这个风开始吹了。中国的政策改变了，港股刚刚过那个黄金交叉250天，对不对？那个中概股刚刚过250天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好的啊。你第一个想到什么阿里巴巴不太好的所以呢要进来。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时候进，什么价格进，都要看技术分析，要看3面镜的所以包括还要心理辅导的所以你要说，等我赚到钱就再来吧，就等于是我们帆船要开了风起了，哇，这个风很好，我们要起了。你说等我游泳追上你，我才上船吧？你游泳怎么能追到一只帆船呢？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有些人的思考我不明白等我赚到钱再来你的课程吧。你赚到钱的时候，你不用来我的课程了，你已经是毕业了，好了，你没来我的课程，你就一直在输钱，对不对？所以你就说，这个，所以呢，有时候错过的机会，输掉的冤枉钱，这才是穷的最大的原因。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会越来越赚多钱，有些人会越来越穷，对不对？没钱了，没时间了，你的时间赚多少钱？对不对？我一个月300万，上一个月140万，下一个月不知道所以没时间。那你像我一样我喜欢做就做，不喜欢做就不做，对不对？不懂就学了，不懂就学了，对不对？这是大家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富人永远是越来越富的。为什么？他们是投资自己脑袋，无论是巴菲特也好，李嘉诚也好，同样的也讲过，公开的讲过所以我的思维跟他们一样，在我还没有钱的时候，我花了200万，100万给我自己，100万给我老婆，美金去全世界上课。我再早一点的话，去念了2个 MBA， 我一个，我太太一个投资自己脑袋。对吧？你现在进入 GMT 的话，或者上我的课程的话，你是买我的经验然后时间过掉了回不来这个风吹完了，不知道下次哪一次了，对不对复式增长时间越长的话，你以后的滚雪球越长，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现场观众还有什么问题，我们队友可以弹几个出来大家报名的话，连接在下面 ，OK？ 你要免费的看65分钟，马上受惠也可以。你说，哎呀。我马上进了 GMT， 我们过去3年的 GMT 的课程全部在里面这也是为什么 GMT 的价值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因为过去3年你要有时间看的话，你可以快速的这个 fast forward 看2倍语速来听学到好多东西，所以我们价值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好，感谢各位 GMT 的同学的一些这个 testimonial 这个分享好有什么网友有问题的话，我可以解答一个。8月股市怎么走我个人觉得是刚才有讲过，对吧？特别看好是中概股和港股因为这个基本分析、技术分析、心理的分析3个我都觉得8月份现在还没有到超买的阶段，所以还有一段时间才会有下一个主力位所以我还是看好的。但是呢不要盲目的去买指标这个 ETF， 不要盲目的去乱买股票还是要有一个安全边际买好的SQQQ 为什么要 SQQQ 是时候进场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这位网友不好意思如果你现在觉得应该是买 SQQ 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完全不懂股票，OK， 所以你不适合买任何东西还是我刚才那句，无论是 SQQ 也好，任何股票也好，你不懂就不要买 ，OK， 没有看到任何的股灾的信号，为什么要买 SQQ， 对不对？现在是股票上升的，美股上升的轨道，为什么要买 SQQ 所以拜托，你要输钱，我不能阻止你。你要输钱是你的事情，对不对？好像我比你还紧张 ，OK？ 上课了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老师附图看到多少这是问错问题拜托也是问错问题 ，OK？ 所以也是这位同学这位网友没有上课的不算同学你知道上完我的课知道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 ，OK？ 为什么呢？你开车子，你说，哎呀，老师。
你觉得我可以向前开200米或者向前开多少米？我告诉你200米，中间有人走出来，中间有红绿灯，你照开吗？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刚讲完，是不是啊？这个徐小凤也好，其他的 GMT 同学也好，你看看你们上过 GMT 是不是跟外面的人完全不一样了？思维已经不一样了。外边人告诉你能看多少，我怎么知道？每天看技术信号的，我要看技术指标，看技术信号，还要看心理因素，还要看基本因素，对不对？3个指数看在一起的，你不看红绿灯，你不看行人，老师，你说我这个车子能开多少分钟往前开啊？中间有人出来了怎么办？撞死人了，OK？所以拜托上课了，OK？对不对？有上过课的同学，你们知道已经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希望真的希望你这个赶快，这样的问题会叫你输掉很多钱的，OK？或者是买到了一个股票早走了，OK？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 ，OK，那香港的楼市怎么看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好不好？今天时间有限啊，或者我会拍一个视频，YouTube 的视频这个香港楼市，OK，那今天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在 GNT 希望在 GNT 见面要不然你上一个65分钟的免费课程也可以，OK，自己选择了，真的，我的团队觉得。我的包括我们的同学学生也觉得是超值的所以要涨价了价值投资者是在低价的时候买入，而是不是在高的时候GMT 是直播的 ，GMT 是直播，然后你可以回看无限的看无数次的重播，包括以前3年的重播都可以看，但是每一天的每一个星期五晚上7点钟香港时间中国时间。星期五晚上的7点钟我们直播大约会到10点，有时候会到11点，好吧 ？OK， 也会现场的回答大家更多的问题，好吧？好，今天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金钱丰盛，投资有回报然后最终还是人生不断的成长，有智慧人生5行样样都行。我们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下次再见了，拜拜。